这绝对是越狱祖师爷麦克最崩溃的一次。他们躲过警方的层层围堵，终于来到藏匿500万赃款的地点。正当畅想着拿到钱后该去哪里逍遥快活时，三人顿时傻眼了。原来 KK 农场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现代建筑。想要在这么多一模一样的建筑里找到埋藏在农场地窖里的500万，无疑是大海捞针。绝望的麦克头都是大的，可 T-Bag 却还在不合时宜的开着玩笑。And you're gonna find it how? What, you got a divining rod tattooed on your ass? I don't want to hear anything out of your mouth other than what your photographic memory spits out regarding that map! You want your tone with me, boy. I will watch you get tossed to the side of the road to fend for yourself, boy. Because if you can't remember where that silo was, you're worthless to us. 第一次见到麦克如此动怒 ，T-Bag 也被吓到了。他根据拼凑的记忆，努力回忆着农场原本所在的位置。农场是在2条路的分岔口，旁边还有很多树，并且农场里有一个高耸的谷仓。几人绕着居民区走了几圈，最终停在一个相对比较像的分岔口。麦克经过一番分析，发现这一片树的高度都差不多，应该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但有2棵树明显矮了一截，很可能是没有吸收足够阳光造成的。想必是有高耸的建筑物挡住了阳光，那这里一定是农场谷仓的位置了。而这些房子比较矮和简易，不至于打很深的地基。这样说来，埋在地窖里的钱很可能还在那里。三人正准备过去查看，可这时一个风韵犹存的金发嫂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在别人家里挖地窖肯定不现实 ，T-Bag 提议直接将人做掉，但麦克2兄弟做事是有底线的，他们决定找个正当的理由混进去。就在林肯掐他们家电表的时候 ，T-Bag 这个老变态瞪着铜铃般的眼睛，正色眯眯地盯着房间里的老嫂子。I was just looking, pretty. What's that old chestnut? I can look at the menu. Doesn't mean I'm gonna eat. We get in, we get the money, we get out. That's it. No, absolutely. 断掉他们家的电后，三人将后备箱里绑着的小毛贼放了出去，交代让他返回刚才的工具店，带一些工作服和铁锹过来，然后把汽车加满油后就赶紧回来。可谁知小毛贼工具刚拿了一半，店主的朋友就过来串门，发现屋内的打斗痕迹，立马拿起电话报警。情急之下，小毛贼一铁锹拍了过去，然后将他和店主关在一起。魂不守舍的小毛贼油都忘记加救，急忙回来。林肯看他眼神闪躲，追问之下才知道他捅了娄子。Who was he calling? The sheriff. Man, I don't know, dude. It set off so fast. Did the call go through? Maybe, man. What do you mean maybe? Did the call go through? Yes,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man. 当务之急只能赶紧挖钱，速战速决。麦克装成电力公司的人敲开了嫂子家的大门，一番忽悠之后，嫂子终于答应让他们进来。麦克说：“你家车库下的电缆坏掉了，我们得挖开地板检查原因，不过最后会帮你恢复正常，并且整个维修过程都不会收任何费用。” Really need to get started, ma'am. Wouldn't want a pretty little thing like yourself sitting in the dark tonight, now, would we? Well, that depends on who I'm sitting with. Touché. Fine. It's okay. Y'all go ahead and do whatever y'all need to do. 然而就在准备开工的时候，2个老熟人突然找了过来。原来他们正是8大越狱犯中的本杰明和苏克雷。情种苏克雷之所以越狱，完全是为了见朝思暮想的女朋友。可出了监狱才知道，女朋友已经被他的堂哥挖了墙角。就在苏克雷赶到结婚现场准备抢婚时，堂哥直接报警说这里有逃犯。That don't sound good. 情急之下，心如死灰的苏克雷急忙逃了出来，在路上这才遇见了过来寻宝的本杰明。如今越狱8人组有6人齐聚犹他州，那另外2人的命运又如何呢？其实逃出监狱后，原本黑老大的处境是最好的，他不仅重拾昔日地位，和老婆孩子也重逢了，并且去国外的路子也安排得妥妥当当。然而就在此时，手下突然传来小道消息，说是那个指控他的证人在某个小旅馆出现了。向来睚眦必报的黑老大哪里忍得了？他不顾妻子的劝阻，决定将这个人做掉再出国。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正是马红放出来的诱饵，目的正是为了引黑老大上钩。 Looking for the rat, John. Fibonacci's 2,000 miles from here. 但黑老大受够了牢狱生活，打死也不可能再回到监狱，于是举起枪选择了自杀。而精神病室友自从被队伍甩掉之后，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悠悠哉哉的逃命。警方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麦克等人身上，所以至今还逍遥法外。回到麦克这边，估计是垂涎几个肌肉男的身体。金发嫂子一会儿进来问进展如何，一会儿进来问要不要喝点什么，搞得大家完全不能好好干活。于是 T-Bag 毛遂自荐过去拖住金发嫂子。Man, since I can't dig, I'll volunteer to keep her occupied. You don't touch her. Who are you, Sister Mary Frances? Know how to play nice. I'll be watching.